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这小心好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，这。怀留，一定要撑住！殿下，这次瘟疫是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好！咫尺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，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。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。怀留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怀留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安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
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力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？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要不然，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你说谁帅？我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啊？回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萧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萧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乙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乙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里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了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，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
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，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他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可及的人，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还不快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，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，和这次瘟疫的症状果然如出一辙。
10年前，瘟疫？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乙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乙州瘟疫，萧兴恒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乙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乙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。那希儿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如果你觉得危险，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怎么了？本宫知道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刻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萧兴恒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叶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乙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
儿来了意从何而来？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想杀宁初心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奔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？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。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一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，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解顾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重，人心险恶，孩子没了，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顾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。于是，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头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所以，杀了我的母亲，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，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那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你知道吗？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母。别怕，黄泉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当我
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，轮不到你处决他。小心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。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。可是你却比我幸运，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初曦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就连我最爱最信任的人都是假的。小寒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来不及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。别看，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好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这剑毛有用啊！
那这剑矛一周可有足够的存量？说来惭愧，这剑矛产自北疆，多用来驱寒避邪，并未被列入正统草药的范围，这才被下官等忽略了。因这剑矛多作为小众的生活百货售卖，所以存量并不多。无法，我已经令人去将周围几城的存货先调到乙州急用，一会儿再去给其他几州去信，让大家一起帮忙，令朝廷倾力从北疆运送剑矛过来。只要这疫情有了治疗方法，解封乙州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既然这剑矛草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，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。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，太子仁德可替朕福泽天下。是。今日是你们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
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华流，上！小花流，没有我不行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啊？你闭眼干嘛？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该睡觉了。然后，少年找到了属于他的鸢尾，守着他的花，永远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有吗？分明是你拿我讲过的故事揉在一起瞎说的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快睡吧。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萧旭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不是皇家节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罢了，比起刘国为之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华亮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你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萧旭赢不了。明日我会带郑国公府的私兵在宫外接应，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流，怀流，萧敬腾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益州回来，离家多日，想必会思念宁王。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怀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星恒到底在哪儿？
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。所以，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华流，你帮我办件事。郡主尽管吩咐。本郡主今日要在威园大设宴席，宴请百官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主子这还在，您就开席不合适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郡主放心。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。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，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颐养天年。好，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心恒，改立储君。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请我一人。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，解我夫君危困。郡主，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，明日也可以杀了他，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很是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，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诛杀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
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？儿臣刚说了，废除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其实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。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，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早夭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五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卖国求荣，真是无被楷模呀。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具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，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杜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。你们，朕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弃城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质，胸无大志。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朱门酒肉，高官厚禄，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兴恒的确做了1、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出西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境况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陛下，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。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，萧兴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想不到朕多年的教导，竟养出你个野心勃勃、大逆不道的白眼狼！父皇，儿臣这不叫野心勃勃，这叫雄心壮志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谁不想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？儿臣不过是比有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加坦诚，将这份雄心摆在明面上罢了。萧兴恒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我从小长于父皇身侧，受太傅教导，学治国理政之策，习济世为民之理。而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
你在刘国卑躬屈膝、仰人鼻息、艰难求生，过得连狗都不如。萧星豪，你一个伪质归国、徒有其表的太子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就凭他的心胸和气度，凭他行事磊落光明，凭他临危受命带兵救益州，他就比你更当得起这大理君主。父皇，如今惹怒儿臣，可不是明智之举。如今皇城内外皆是我的人，只待儿臣一声令下。父皇，您是想儿臣兵不血刃的继位，还是想血流成河的夺权？孽障！父皇有皇兄这般仁心爱力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，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，活到你继承大统的那天？萧星豪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宁初曦呢？他怕死吗？你这么在意他，怎么就不知道把他藏好一些？你说他死的时候会不会恨你？恨你以爱之名将他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？皇兄着急了，心疼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定将宁初曦完好无损地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来兴致，便在微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共赏微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，本宫的微园就是他的微园，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若萧仙河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微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微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仙河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就是啊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个如何是好啊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微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微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吾愿以死明志。这太小，还有气。
他有如此心愿，那本宫就替他了了。史官也不用记其死将，只记其乃叛军同党，冥顽不化，今日死于乾元殿，理由是伏诛即可。如今行事果决，手段毒辣，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了。朕知道，你心里边一直恨朕，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，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啊。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旭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希儿，希儿，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。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谋反之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萧宪和，你很好，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女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萧旭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将从这深宫中永远的离开。旭哥哥，玉儿来了。玉儿会和旭哥哥一起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与宁除夕订了婚，鸳鸯闭合，举案齐眉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宁初曦仍旧爱我如痴，而我借助宁王府的势力，仅仅用3年时间，便蚕食了部分北疆士兵。3年之后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萧敬恒在秋猎之后不久，令府交给你，也生重不治。日后好好爱护熙我在宁王的支持下，终于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再后来，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初曦与侍卫私通，放任其被毒杀。万岁！万岁！封了我心爱之人为后，是不是很疯狂？是不是？太真实，真实到让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生，这本该就是属于我的一生。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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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滚开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万岁！原来这一切都该是我的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是不是你？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如果不是你迷惑了我，宁初曦照样会嫁给我。这梦中的一切，就都还是真的。怪你，都怪你！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
最后抱抱我。青色起，镜中人不曾知迷。问风月，一滴泪眼照微雨。余生遥望着你，相思不可及，像是一场梦不露痕迹。别故人柔摇可曾见君心？望来生，任沧海浮萍朝夕。青丝落入故里，弹针只一句。天涯若追寻，就别意难平。色结果是初吻中的心，凉薄了记忆，何必为无情之人掏心要是无意。居然凄美是梦中的光景，大梦中会醒，秋风起，枫叶落秋里。好，多吃蟹棒。真好吃。慢点吃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是啊，您多吃点。多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剥点虾吧。我的希儿终于找到好的归宿了。母亲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大哥，太子这个女婿，您可还满意？我这个女婿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，希儿嫁给他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了。是。希儿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天定的缘分呐。来，我们干了此杯吧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可不单着呢。食菜，食菜。你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亲力亲为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。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！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。你呀，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坐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。
你的最佳听众。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星星了。那一片忧愁又扰了情梦，都在不言中。一动渐暗烧正崩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